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，总统拜登携第一夫人吉尔在白宫举行了庆祝国庆的聚会。但是就在美国举国欢腾的前夕，中国突然公布了一则关于东风411洲际导弹的详细数据，让美国一些人愉快的兴致瞬间就少了一半。央视视频最近公布了一则关于东风411洲际弹道导弹的视频，在视频里详细介绍了关于我国东风411的详细参数。据报道称，东风411最大射程达到了惊人的14000多公里，可携带分导式核弹头，打击精度为100米，并且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，战场生存能力极强，可以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对敌方进行打击。未来，东风411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。央视在美国国庆庆典日前夕发布东风411的相关视频参数，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？据分析人士猜测，这是针对美国与日本在台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回应。据英国知名媒体《金融时报》报道称，美国与日本正在台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，为未来在台海地区可能存在的冲突做准备。此次美日联合军演也是美国印太战略计划中的重要一环。其实，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，最终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，搞所谓的冷战思维，对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行为，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大业形成了极大的威胁，所以中国不得不进行回应。此次公布东风411的详细信息，是对美日的一种警告。至于挑选在美国国庆日之前扫了美国国庆日的兴致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中国没必要，也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。前几天，美国就借一张卫星地图污蔑中国制造核威胁，这其实是美国的惯用伎俩，意图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形象的一种手段而已。美国也没必要对中国洲际导弹这么关心，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。中国在世界上承诺过，绝不率先使用核武器，况且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中国多了。说白了，美国就是在瞎操心。所以说，中国此次公布东风411关键参数，只是例行公事而已，顺带警告下美国和日本，不要过分挑衅。至于美国国庆，我们自己忙着庆祝都来不及，没空搭理你呢。不过有一点，美国必须要清楚，虽然我们爱好和平，但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方面，中国人民是不能也不会妥协。中国人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分裂我们的国家，所以希望美国在与我国交往的过程中谨记这一点。毕竟中国不仅仅只有核弹头，中国也不仅仅只有东风411。美国和日本一直暗中做手脚，打算干预台海，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近日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披露，为了应对可能因台湾问题与中国爆发的冲突，美日军方一直在做联合军事规划，包括举行最高机密的兵棋推演以及联合国军演。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回应记者有关的提问，表示美国和日本确实有举行军演，但不愿多谈及演习的具体内容。据3位知情人士向《金融时报》透露，从2019年开始，为应对东海与南海可能爆发的冲突，美日军方已经持续在进行联合作战规划。目前已知的内容包括了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南海举行联合救灾演练，以及东海举行的更多的演习。而美日最终的目标是针对台湾制定一套整合的作战计划，计划要求能够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攻击做好预案，使得美日双方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。虽然嘴上一直不愿意承认，但外界都知道日本要干预台海的野心。换一个角度说，美军要干预台海必须依赖冲绳岛上的多处基地，而这些基地无一例外在战时会遭到中国火箭军的强有力的攻击。为了在中国的远程火力下生存，并能够第一时间登上台岛，美军必须依赖日本的力量，包括后勤、运输、防空、反潜等多个方面。所以日本介入台海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近日，美日双方正在进行为期3周的东方之盾年度联合军演，而从此次演习的内容就可以看出，美日双方针对的对象有多明显。此次东方之盾演习的地点选择距离台湾约850公里的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进行，此处是第一岛链重要的节点，也是美日两国重要的前进补给基地。美日双方在奄美大岛举行了防空演习和对海打击演习，美军向岛上部署了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以及海马斯火箭炮，并和日本自卫队一起进行了防空作战演习和反舰作战演习。美日计划战时共同执行封锁岛链的任务，不让中国的军舰、潜艇以及战机跨出第一岛链，从而保证美国航母的安全。台湾东北方的宫古海峡是最危险的水道，宫古海峡与巴士海峡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2个重要航道。之前就有美国专家认为，美国应将北侧防卫交由日本负责，而美军专心负责封锁巴士海峡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台湾东海岸的安全。
战时，台湾东海岸的志航空军基地、嘉山空军基地、苏澳港、花莲港都是台湾所能依赖的最后补给线。而有军事专家分析，此类行动还只是防御型的行动。一旦日本宣布加入美军参与台湾战事，派出更多的战机和军舰进入战区，则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彻底决裂。美国福布斯杂志最新一篇文章警告指出，一旦日本明确表达对台湾出兵的意愿，将大幅提升中国对日本的强硬态度，中国将会立即将日本视作阻碍统一大业的敌人，届时中国攻打日本各类设施都不会再犹豫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世界都笼罩在被美国的霸权统治下，在这一霸权之下，世界充满了战争、罪恶，但是却被美国等国粉饰为美式和平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为了维持这一世界霸主地位，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早在上个世纪，一场美苏冷战就让世界见识到了其强大的手腕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现如今随着中国崛起，一场新冷战正在蓄势待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围堵中国上，美国的手段只会比上世纪围堵苏联更加险恶，但是美国会像击垮苏联一样击垮中国吗？事实证明，绝对不会。除了中国同苏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以外，还有着很重要的一点是，现如今的中国崛起正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。反过来，也可以认为是美国被围攻的时代来了。不久之前，白俄罗斯代表65国在联合国上力挺中国，炮轰美国的场面，想必大家还记忆犹新。惊喜的是，这一幕又再一次重演，前有白俄，今有埃及。日前，青年埃及学者伊斯梅尔·巴什莫里发文呼吁称，中国的崛起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好事，各国应该助力中国不断攀登顶峰。在美国不断对中国攻击围堵的当下，埃及学者的这番呼吁意义尤为重大，其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，也重创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谎言。我们知道，西方国家向来喜欢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，将世界舆论矛头对准中国，但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多家主流媒体争相炒作中国增加核武库的言论。而事实却是，美国坐拥6000枚核弹，却反而在指责中国少之又少的几百枚核弹，其想要用心可想而知。这一次，埃及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中国证明，其表示中国崛起的方式同过去4个世纪中崛起的超级大国不同，中国不需要去压迫任何人或者抢夺任何东西而崛起。另外，中国的崛起也并不仅是惠及中国自身，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将是一件好事。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上，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一种良性竞争，不同于美国的美国优先，中国追求的共同发展、共同进步。基于这样的情况，埃及学者最后强烈呼吁，包括埃及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帮助支持中国攀顶峰，并在西方国家挑起新冷战的时候给予中国及时的声援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中国崛起正在逐渐赢得民心，而美国霸权不得人心已成不争的事实。